听楚风这样一说，那糟蹋男子着实是被气得不轻，举起拳头，似是想要对楚风动手，但是犹豫再三，他又将那举起的拳头放了下来，丢下了一句：“先让你狂，我大哥来了，就是你后悔的时候。”随后便向那胖子走去，去帮胖子疗伤了。能进入这里的都是金袍界灵师，修复肉身、进行疗伤之类的，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再简单不过的小事。至于楚风，也没有将那糟蹋男子的话放在心上，而是闭目养神，为明日的考核进行准备。就这样，事情告一段落。在楚风之后，陆陆续续又来了155人，他们都是掐准时间来的，为的就是今晚过后，明天直接参加第2关的考核。值得一提的是，这后来的155人之中，已并非泛泛之辈，有着不少高手，光半地境的就有着9位。不过这9位都是年过百旬的老者，至少活了100岁，年龄大的就有几百岁，甚至近1000岁。其中5位老头，4位老太太，他们来到之时虽已入夜，但可能因为自身素质很高，再加上占据房屋的大多是小辈，所以他们并未争抢房屋，而是席地而坐。入夜之后，来的人并未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到了深夜，来到这广场上的人已经有1000余人，使得这看似空旷的广场变得热闹起来。就连半地境的强者都已经达到了56人。与之前一样，这些半地强者全部都是老一辈的人物，活了起码100年至几百年。楚风也能够感觉到，他们大多都是一品半地，并且从气息来判断，他们没有超然的天赋，没有逆天战力，都是一步一个脚印，靠着刻苦与勤奋，靠着时间的累积，才走到这一步的。正所谓人多是非多，当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不是很大的广场后，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太平。老一辈的强者大多沉稳，不愿与小辈争锋，但是年轻一代的大多心高气傲，不甘心睡在土地之上，所以便开始争抢房屋。一番争斗后，10个草屋全部易主了，先来者不敌后来者，纷纷让出了草屋，到地上去睡了。糟蹋男子与大胖子霸占的2个木屋，经过一番苦战后，倒也获得了几次胜利。可是随着后来者越来越强，他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当一对修为皆是在9品武王的夫妇出手后，糟蹋男子以及大胖子便惨败而归。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去争抢草屋。虽然最终他们成功的抢得了2间草屋，可还是忍不住对那抢他们木屋的夫妇说道：“奸夫，你们竟敢抢我们的地盘！等我老大来了，有你们好受的。”不过很不幸的是，那2位可不像楚风这么和善，在受到威胁后，果断发动了反击，再度狠狠的将糟蹋男子与大胖子暴打了一顿。暴打过他们之后，那对夫妇还不约而同的丢出一句“废物”。而在认识到对方不好惹后，糟蹋男子和大胖子也是板住了自己的那张臭嘴，不再说大话，因为他们还要面临其他人的挑战。为了守住自己的草屋，他们还必须保持好的状态。而随着越来越多人的到来，这广场早已成为了战场。眼下天已将亮，可是争抢房屋的战斗不但没有减退，反而愈演愈烈，甚至从1对1的斗殴演化成为了一群人的群殴。小广场的上空涟漪四射，轰鸣滚滚，几乎没人可以睡得安稳。事到如今，楚风已经看出来了，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争抢房屋并非只是单纯的为了休息，那是一种实力的证明。所以为了体现他们的实力，他们就要争，就要抢，就要斗。不过令楚风有些意外的是，不管其他房屋争抢的人如何激烈，但却没有人来抢他的石屋，甚至那些人看他的目光中还有着些许敬畏。就连一些半地境界的强者看到楚风后，都是和善的冲着楚风点了点头。起初对于这种情况，楚风也是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后来仔细想想，楚风倒也是有了一些猜测，他觉得可能是那些人看自己修为不强，可是却占据了最好的石屋，怀疑楚风来历不凡，所以才不敢招惹楚风。而前面的人都不敢招惹楚风，那后来者自然也就不敢招惹楚风，到的最后就没有人敢招惹楚风。虽然这种情况也只是楚风自己的猜测，但是没人烦自己，终归是好事一件。不过可惜好景不长，就在夜色已退，天际的东方已经绽放起微微光芒之际，一个男子的登场打破了楚风的平静。这名男子看其年龄应该与楚风不相上下，20出头，不过他的长相和穿着可就太过奇葩了一些。头发不是很多，但却根根直立，看他那发型就像是一个刺猬。眼睛不是很大，却滴溜溜乱转，当真是一副完美的贼眉鼠眼。和发型鼻子比起来，他的鼻子倒还算中规中矩，不高不挺，像是一头大蒜。可是他那嘴真是让人不敢恭维，竟然是歪的。歪的也就罢了，歪的像是在冷笑，像是在嘲讽，看着很是欠揍。尤其再配上他穿的那套装束，那可就真是太欠揍了。他上衣根本没穿，光着膀子，骨瘦如柴，已经皮包骨了，一点肌肉都没有，你猴脱光了都比他好看。真不知道他这样的身材怎么好意思露出来。他的下面倒是穿了一条大裤衩子，那条裤衩子的底色是绿的。其实若只是这样，那这裤衩子也倒还可以。可是他这条裤衩子上除了底色为绿色外，竟然还满是鲜花。没错，在他那大裤衩子上的确尽是鲜花，有牡丹，有月季，有玫瑰，还有梅花、桂花、桃花，简直是应有尽有。这真是太花花了。最重要的是，这些鲜花还都是绣上去的，一针一线，做工精湛，绝对是非同凡响啊。而全身上下除了这条大裤衩子外，就只有一双鞋了。这是一双草鞋，是用特殊的植物编制而成。正常人的草鞋都是简单的低调的，可他穿的不是，竟然是有颜色的，而且还是不一样的颜色，一只是绿色，一只是红色，当真是狂拽酷炫雕炸天。本牛天牛非主流，
这男子的出现当真是让人眼前一亮，甚至有人只看他一眼便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不过正所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什么样的人楚风没有见过？对于这种人，楚风只是为之一笑，但却不会过多的理会。老大，您总算来了。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这时，那糟蹋男子和大胖子竟然扑了过去，还扑通一声跪在那奇葩男子面前，抱着男子的大腿，眼泪巴叉的诉起苦来。我擦，这位不会就是那糟蹋男子口中的老大，所谓的五只圣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小霸王吧？在场的所有人心中都泛起了嘀咕，因为在此之前，糟蹋男子和大胖子每次与人争抢房屋的时候，都会提起他们的老大，把他们的老大吹得神乎其神。所以尽管人们知道他们是在吹牛皮，可是也对他们的老大产生了好奇。哎呦，我擦，谁他妈把你们打成了这个鸟样？那奇葩男子很是愤怒的开口说了，尽管满含怒意，可是当人们听到他的话后，却皆是忍不住大笑起来。原来这货还是一个天生的磕巴，笑什么笑？等一会，你强爷爷就让你们笑不出来。奇葩男子指着那些大笑的人威胁道。话罢之际，只见他那大花裤衩子微微一颤，一股威压便如放屁一般自其大花裤衩子内横扫而出，席卷整座广场。此威压一出，这广场都是一阵抖动，周遭的树木剧烈摇摆，不少修为弱的人更是在感受到那威压之际，脸色变得苍白，甚至身子一晃，无力地瘫坐在了地上。这货是在立威，并且这位立的是彻彻底底七品武王，这便是这奇葩男子的修为比楚风还强。七品武王与在这广场的众人跟相比，也许真的不算什么，可是他如此年纪便有七品武王的修为，就不得不让人正视了。再加上他的气息也是与众不同，在场的都是金袍界灵师，最为敏锐的就是感应力，所以人们都能够感受得到他的战力可绝非只是七品武王这么简单。所以这一刻，大部分人都是赶忙闭上了嘴。不管这货多么的其貌不扬，穿着多么的奇葩，但他这修为却是实打实的。这样的年纪，这样的修为，没人知道他身后有没有强大的背景。为了以防万一，就没人愿意招惹这样的人。有点意思，这家伙竟是3品战力。楚风看向那奇葩男子的目光变得凝重了许多。3品战力，这与楚风几乎一样，而楚风若动用神雷力量的话，能够达到的境界也只是7品而已。而再看对方年龄以及修为，综合来论，这家伙比之楚风还真是不相上下，绝对不容小觑。甚至在他的身上，楚风感受到了比白云霄还要危险的气息。这个家伙肯定不止表面这么简单，不容忽视。不过最重要的是，无论是白云霄还是秦凌云，年龄都要比楚风大上不少，唯独这奇葩男子与他相差不多。所以这位奇葩男子才是楚风来到五之圣土后真正一位与楚风旗鼓相当的同辈中人。来到这五之圣土这么久，终于有点意思了，总算出现一个能与你一战的同辈中人。淡淡也是笑眯眯的开口了，看他那个模样，似乎很期待楚风能与那奇葩男子战上一番，他绝对无法胜我。楚风自信满满的说道。你怎么如此自信？淡淡笑脸一扬，好奇的问道。我有女王大人罩着，他怎么胜我？楚风说道。听得此话，淡淡先是俏皮的撇了撇嘴，随后却又嘴角上翘，露出了甜美而迷人的笑容，说道。那是自然，本女王会一直罩着你的，7品武王而已，也敢如此狂妄，还敢扬言让老子笑不出来，你也配？可是就在这时，却有一位不信邪的怒吼一声。这名男子庞大腰圆，是一个标准的大汉，不仅气势不凡，修为也是不弱。在9品武王，你就是那俩废物的老大吧？我们夫妇在此等你多时了。与此同时，又有一名中年女子站了出来，这名女子同样是9品武王的修为。原来这对男女就是抢夺了糟蹋男子和大胖子木屋，而后又将他们暴打一顿的夫妇。老大，就是他们抢了我们的木屋，又将我们打成这样的。见状，糟蹋男子与大胖子也是赶忙诉苦。他奶奶的，抢了我兄弟的木屋，是不是？打了我兄弟，是不是？打了人，抢了东西，你们还敢这么猖狂？还敢这么嚣张？还有没有王法？还有没有道德？还是不是人？奇葩男子指着那对夫妇，理直气壮地斥责道：“先滚回去，学会好好说话，再来斥责我们夫妇。”那妇女说道：“哎呦，我擦！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奇葩男子说道：“你不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小霸王吗？”那女子冷笑道：“不对。”那奇葩男子否定道：“那你是谁？”女子的丈夫好奇地问道：“我是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美少男，让男人闻风丧胆，让女子欲罢不能的小霸王，王强是也。”奇葩男子解释道：“原来你叫王强。”那男子忍不住讽刺地嘲笑起来：“去你妈的！你才叫王强呢！你爷爷！我叫王强。”奇葩男子纠正道：“不是王强，是王强。”男子笑得更为大声，有意要气这奇葩男子：“你他妈真不道德！你这是欺负我口吃是不是？兄弟，你告诉他们，我到底叫什么？”无奈之下，奇葩男子只得向拿比他大上不少的糟蹋男子求助：“我老大叫王强，
见状，糟蹋男子赶忙说道：“听到没有？我叫王强。”王强挺直腰板，信誓旦旦地说道：“少废话，你若是想为你兄弟报仇，就过来；不想报仇就滚蛋，老子没时间与你浪费。”那男子不耐烦地说道。而就在这时，只见王强眼中寒芒一闪，脚下步伐一变，竟化作一道流光，动身而起，暴力而出，竟真的向那对夫妇狂攻而去。来的正好，那对夫妇对于王强的攻势早有准备，再加上他们是9品武王，所以并没有将这王强的攻势放在眼中。然而就在那王强将要接近之际，只见光芒一闪，竟然消失不见，再度出现之时，已是那妇女的身后。王强闪电出手，掌如刀刃，对着那妇女的背部便拍了下去，一掌击中，女子顿时一口鲜血喷洒而出，随后便如狗枪矢一般趴在了地上。虽然伤势不重，但却已然无力再战。你找死！眼见自己夫人被打，那男子顿时双目瞪圆，大怒一声。与此同时，他全身上下武力窜动，在其体内酝酿能量，在其体外散发威势。他不是寻常的攻击，而是想要通过武技向王强发动反击。可就在这时，那王强脚下步伐再度一变，竟如光一般来到了男子近前，腰腿用力，一记鞭腿横扫而出，最终不但破解了男子酝酿的攻势，那记鞭腿还稳稳地落在了男子的脑袋之上，一腿击中，男子顿时惨叫一声，随后便如同他夫人一样趴在了地上，抽搐翻滚，惨叫连连。王强的出手以弱胜强，干净利落，虽然点到为止，但却足以威慑众人。这一刻，在场的许多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他们看向王强的目光都是不由得产生了变化。这个叫做王强的奇葩男子，绝对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而面对众人那吃惊的目光以及惊讶的表情，那王强的嘴角开始微微上翘，先是猥琐的一笑，随后高声喊道：“还有谁？”这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闭上了嘴，没有人敢再嘲笑王强，更没有人敢再羞辱王强。不论是老一辈的强者，还是小一辈的傲者，他们都意识到王强很强，就算有人能胜过他，也不愿无缘无故得罪他。其实人们顾虑最多的并非王强自身的实力，而是如他这样的天才会是怎样的势力所培养出来的。大哥，还有他。然而就在所有人都开始忌惮王强之际，那大胖子却突然将手指向了楚风。对大哥，这小子非常嚣张，我告诉他别靠近那食物，说是你占了，可他不但不听，还嚣张地说让你来找他试试。与此同时，糟蹋男子也是开口指认楚风。哎呦，我擦，这位骚年，你很屌啊！听得此话，王强将那贼眉鼠眼的目光投向了楚风，眼神之中尽是挑衅之意。而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也都跟随王强投向了楚风，甚至此刻在人们的脸上还充满了期待。他们很是期待楚风与王强交手，毕竟在王强来之前，就有很多人猜测楚风也是一位来历不凡的天才。那5品武王的修为不代表楚风的真正实力。当然了，哪怕知道楚风可能深藏不露，但人们也并不认为楚风能凭借5品武王的修为胜过7品武王的王强。所以人们期待的并非是楚风与王强个人实力的强弱，人们期待的是楚风与王强身后势力的强碰撞。我不想与你废话，你若想要动手，就尽管来吧。对于王强的挑衅，楚风早有预料。其实楚风也是一位好战之人，遇到如此厉害的同辈中人，楚风也很想与他战上一番，所以他直接自石屋走出，来到半空之上，已经做好了与王强交手的准备。我擦，你这个小小的5品武王，也敢这么与我叫嚣？看来你真的很屌啊！你信不信我动都不用动，就能让你趴在地上？王强说道。楚风根本不予回答，而是微微一笑，就那样笑眯眯地看着王强。你还笑？马上就让你笑不出来。然而就在这时，只见那王强眼中寒芒一闪，一股磅礴的威压便如无形的飓风一般横扫开来，对着楚风压迫而去。这一刻，哪怕是楚风也是不由眉头微皱，目光变得凝重，看着那足正面袭来的威压。楚风能够感受得到，这王强的却很强，至少这道威压以楚风如今的修为难以抵挡。确定对方很强后，楚风也不再隐藏实力，眼中雷霆闪烁之间，雷霆铠甲以及雷霆羽翼一同出现，神雷之力一经施展，楚风的修为瞬息提升2品，已然达到7品武王的楚风，又岂会再惧怕王强的区威压？只见楚风意念一动，其周遭的空间便开始剧烈抖动，一阵肉眼可见的气息便带着呼呼的风声自其体内散发而出，横扫开来。那是楚风的威压，那是强大的威压，强大到所向披靡，简直势不可挡，轻而易举的便将那王强的威压摧毁。而在此之后，楚风加强威压，反而向王强碾压而去。我擦，王强绝对没有想到楚风会有这样一手，猝不及防之下，他来不及反应，尽管凭借威压抵挡住了楚风威压的大部分力量，但他还是被余波击中，向后倒退了数步，才稳住身形。被楚风的威压击退，王强大吃一惊，那一双小眼睛瞪得跟溜溜一样，显然没有料到楚风会这么强。而至于围观之人，也皆是眼前一亮，他们与王强一样，都没有想到楚风竟然会这样厉害，掌握着提升2品修为的手段。虽然在武之圣土，掌握强大手段的人的确不少，也有很多人能够通过特殊的血脉、强大的武技、竞技的玄功提升修为，但是如楚风这样直接提升2品的，可就是少之又少。
看来你是没办法，凭借威压便让我趴在地上了，还有其他本事吗？就在这时，楚风笑眯眯地开口道：“你这小子，推不到的，居然掩藏实力，你是想扮猪吃老虎啊？还好我机智，不然就要吃大亏了。不过你也别嚣张，爷爷，我这就让你知道爷爷的本事。”王强说话之间，身形一纵，便腾空而起，眨眼之间便来到了楚风的近前。靠近楚风，王强便发动了攻势，拳脚并处，招招狠辣。他这并非是简单的肉体攻势，而是一种特殊的武技，使得他的招式和威力都变得更强的武技。王强的实力果然非同小可，这是楚风与同辈众人近身肉搏第一次感受到了压力。可是就算这王强很强，但是楚风却也不弱，因为楚风最为擅长的也正是拳脚攻势，所以面对王强那暴风雨一般的攻势，楚风并未退缩，反而是同样以拳脚攻了过去。二人拳脚相向，难免发生碰撞，而当拳脚碰撞之后，便发出钢铁交织般的声鸣，以及肆虐天地的涟漪。眨眼之间，二人所在的区域就已是涟漪滚滚，光芒四射。实力弱者已经看不到二人的身影，更看不到二人的动作，能够看到的只有那如同烟花一般绽放的涟漪。好强，这是在场所有人的心中所想，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年长年幼，无论实力强弱，他们都能感受到楚风与王强的强大，他们都被王强与楚风超然的战力所征服。有点意思，不过你强爷爷我外号钢筋铁骨，肉搏无敌小霸王，和我拳脚搏斗，你是必败无疑。王强与楚风交手之时，嘴巴也不闲着，虽然他是个口吃，但却也是一个话痨，所以一边与楚风交手，也一边吹嘘自己，贬低楚风。而对于王强的讽刺，楚风却不予理会，而是微微一笑。不知为何，这王强眼下虽是他大敌，但楚风却不感觉这王强可恨，也不感觉这王强很烦，相反，楚风倒是觉得他很有意思。不过毕竟二人在交战，楚风可不会轻易认输。既然王强如此吹嘘自己肉体多强，那么自打修武，肉体对拼就几乎没败过的楚风，就必须给予王强一点颜色瞧瞧。于是只见楚风眼中雷霆闪烁，体表的雷霆也是越来越盛，宛如暴怒了一般，开始噼里啪啦作响。而在雷霆的变化之下，楚风的拳脚也是变得更加有力。此时此刻，楚风的身体强度在雷霆的辅助之下又增强了不少，在同辈之中几乎已是天下无敌。在强化了身体之后，楚风的攻势也是愈加凶猛。在这种情况之下，自认为钢筋铁骨的王强已然无法再与楚风肉身相抗，二者拳脚再度碰撞，楚风的钢拳铁腿每一次都会将王强击退，并且打得王强身体一颤，拳脚发麻，疼得龇牙咧嘴。起初对于这种肉体上的疼痛，王强可能碍于面子，没有选择退缩，也没有多说什么，反而是紧咬牙关，选择隐忍。但是随着交手的次数增多，那种疼痛已是越来越强，就连他那只是发麻的拳脚已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终于王强无法忍受这种疼痛，一个闪身便向后逃去，并且对着楚风大喊道：停手！这一刻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已然能够看到王强那颤抖的双手、颤抖的双腿，以及那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拳头。可是再观楚风，却与交手之前一样完好无损，甚至整个人的状态比先前还好。看到此处，已是显而易见，楚风与王强的肉身对抗，楚风已然完胜。怎么了？你不是号称钢筋铁骨、肉搏无敌小霸王吗？楚风笑眯眯地看着楚风，并没有嘲讽，反而像在开玩笑。你真太不地道了。我是钢筋铁骨，你是钢铁战神，我怎么和你打？不过你也别得意，我最擅长的并非是近身肉搏，而是催动武技。这王强真是够不要脸，不但不为自己先前所说的大话感到耻辱，反而话锋一转，再度吹起了牛皮。好，那就让我见识一下你对武技的掌控力又到底有多强。楚风笑着说道。你确定？我若动用武技，那可是非常可怕的。王强一脸自信地说道。我倒是想见识一下到底有多可怕。楚风回道。年轻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若施展武技，真的非常可怕，可能会杀了你的。我劝你还是三思吧。王强很是好心劝道。那就更想见识了。楚风依然不惧地说道。那好，既然你执意送死，那我就满足你。话到此处，王强忽然出手，双臂摆动，阵阵狂风便自其掌心奔涌而出，狂风奔涌而来，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是武技，但却并非很强的武技，这只是一种很低劣的三段武技。没错，就是三段武技，武技之中最为下等的一种。但就是这样的武技，在王强的催动之下，却发挥出了毁天灭地之威能。这就是武王强者的可怕之处。当然，这也是王强的可怕之处。他对武技的掌控的确很强，但是楚风又岂是等闲之辈？对于武技的掌控力，楚风目前为止还没有输过谁。忽然之间，只见楚风双掌一翻，随后连绵轰出，只听啪啪啪的声音，如同鞭炮一般，自其身前不断炸响。而与此同时，无数道夹带着光芒的手掌，如同暴雨流星一般，在楚风身前浮现，越来越多，直到占据其面前的虚空，直到掠到那狂风近前，直到与那狂风交织在一处，荡起道道能量涟漪，肆虐于天地之间，横扫四面八方。此乃楚风在青龙宗习得的武技虚幻掌。这虚幻掌
也只是3段武技，可是如今在楚风的手中，同样发挥出了与其级别不符的威力。不过那王强的确很强，眼见着楚风的虚幻掌威力不俗，他那贼眉鼠眼之中也开始泛起认真的目光。而在他认真之后，那3段的狂风武技威力也是更加狂野，方圆100里之内都能感受到他这狂风的威势。他的狂风就如同一道铜墙铁壁，将楚风那漫天的虚幻掌印全部给抵挡了下来。这武技在王强的催动之下，威力当真是发挥到了极致。不过可惜他的对手是楚风，楚风对武技的掌控力强大的并非只是能够发挥出武技的威力，而是能够让武技的威力与特性得到升华。而这虚幻掌的特性便是时真时假，真假难辨。发动奇袭，这虚幻掌是近战的利器，可是远战尤其是遇到这种大面积的武技攻势，它其实是很难发挥出特性的。但在楚风的手中，他却可以发挥出他的特性，发挥出超乎本质的威力。楚风在发动虚幻掌的同时，故意把声势搞得极大，以让人们被虚幻掌的光芒掌印所吸引。但在暗中，楚风却通过结界之法，将一部分虚幻掌隐藏，绕过王强所释放的狂风武技，想自王强背后攻向王强。有2下子，看来你也不是等闲之辈。不过可惜，你遇到了我，你那光芒小巴掌的特性在于虚实难辨，近战出其不意才能发挥作用。但是我这掌中藏风刚好克制你这光芒小手掌，这就是我的厉害之处。你怕不怕？王强的却不简单，不仅挡下了楚风的虚幻掌，还看出了虚幻掌的特性。不过可惜他并没有注意到楚风暗地里的动作。忽然之间，王强的身后杀意弥漫，楚风隐藏的虚幻掌不仅绕后成功，更是开始发动进攻。我擦！可就在这时，王强却是神色大变，大吃一惊。这王强的却不是简单的角色，就在楚风的虚幻掌将要从其身后打中他之际，他竟然察觉到了。于是只见他脚下步伐一变，一道巧妙的身法武技便应运而生，使其移形换位，快速的闪到了一旁。对于王强此举，起初许多人还不明白，直到楚风那隐藏的虚幻掌忽然乍现并且爆炸开来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楚风竟然隐藏了武技，对王强自身后发动了奇袭。太厉害了，这等武技的掌控力实在太可怕了一些。见到这一幕，莫说是小辈中人，就连老一辈的强者也是忍不住夸赞起楚风，被楚风的手段所折服。因为就连他们也没有想到楚风会在如此短时间内施展出这样的手段。太卑鄙了，竟然背后偷袭！妈妈的，吓死我了！还好我机智，要不然今天就被你拍死在这了。王强拍着自己的胸脯，一脸后怕的说道。他不像是装的，他的确是害怕了，被楚风的奇袭所吓到。正所谓兵不厌诈，你能躲开我的攻击，这是你的本事。同样的，我能发动攻击，这是我的本事。正常对决，全凭本事，何来卑鄙之说？楚风笑眯眯地问道。尽管这王强嘴贱，但不知为何与这王强交手，楚风就是恨不起来，反而一直感觉这王强很有意思。说得好！而楚风此话一出，竟有人当场叫好，甚至鼓掌欢呼。而这些为楚风欢呼叫好之人，大多都是老一辈的强者，他们是真的被楚风的实力所折服了。真没看出来，你这嘴皮子还挺厉害。我说不过你，不过修武者靠的不是嘴，而是实力。这次我要认真了。你给我觉悟吧。话到此处，王强掌心一翻，顿时武力升腾。而在那武力升腾之间，一朵金色的莲花也是很快形成。莲花形成之后，顿时光芒大生，而伴随那光芒四射之际，无数道如针一般的金色光芒体也是自那莲花之中爆射而出，向楚风飞掠而来。这又是一种武技，段位同样不高，但在王强的施展下，却发挥出了极强的威力，霸道直接，不容小觑。至少面对这样的武技，楚风的虚幻掌已是难以发挥作用，更是无法抗衡。不过掌握着诸多手段的楚风，自然也不会轻易认输。只见楚风脚踏虚空，左手虚拉凝弓，右手虚拉凝剑，眨眼之间，一把金灿灿的弓箭已是握于他的手中，并且弓已拉满，箭已在弦，在双臂摆动之间，只听的声音响彻不断，无数道金色的箭矢如同横穿虚空的流星雨，对着王强那莲花金针便爆射而去，两者交织，再生涟漪。但是楚风的百变弓不仅威力强横，更是变化多端，在楚风的完美掌控之下，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攻势一波强过一波，一层接着一层，不断摧毁着王强的莲花金针，直到压迫到了王强近前，快要将他的莲花金针彻底摧毁。眼见大事不妙，王强才招式一变，施展出更为强横的武技，向楚风发动反击。不过不管王强施展怎样的武技，楚风都能够凭借同段位的武技，以一星半点的优势将王强的武技压迫，而王强也不甘示弱，每次武技不敌楚风之际，就总会施展出更强段位的武技。就这样，楚风与王强你来我往，在天际之上上演了一场武技大战。二者从3段武技一路攀升，终于施展出了9段武技。到了9段武技的时候，那等威力绝非先前的低段武技可比，肆虐于天地的威势已是相当的恐怖。这种情况之下，应风古村的人联合在场的强大界灵师们，开始布置结界，封锁二人的战圈，以免二人的武技涟漪牵连到他人，或是毁灭周遭的景物。妖孽，这乃是2个妖孽。可是当他们布置的结界阵法
真正的触碰到楚风与王强的能量涟漪之后，他们对楚风与王强就更是刮目相看了。因为楚风与王强所造成的能量涟漪相当之强，半地之下的强者几乎无法抵挡。到的后来，就是一品半地也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只有2品半地出手，才能完美的压制住楚风与王强造成的能量涟漪。可是楚风与王强的修为，如今也只是7品武王而已，7品武王的攻势，连1品半地抵挡都极为的吃力。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楚风与王强的战力当真是达到了逆天的级别，真正的跨越了3品战力，此乃妖孽失业，太强了！这2个小家伙到底是何来头？楚风与王强的交战已经惊动了应风古村内部一位2品半地境界的应风古村老者，看着那天际之上站得水深火热的楚风与王强，眉头紧皱，若有所思。他不知道这样的2位妖孽级天才来到他应风古村是好是坏。忽然之间，天际之上传来一声怒吼，与此同时，一股恐怖的威势竟然透过诸位半地布置的结界阵法传递而出。而定目一望，在场的众人皆是张大了嘴巴，被此刻天际之上的一幕吓得不轻。此时此刻，在王强黑发飘动，双手捏诀，一双小眼睛之中竟满满的皆是寒意，一股危险的气息正在他的体内散发而出。此刻的他与之先前简直判若两人，完全不同。倘若说先前的他像是一个跳梁小丑，那么现在的他便像是一个冷血杀手。不过眼下最让人震惊的却并非是王强的变化，而是出现在王强身前的庞然大物，那竟是一头紫色的巨兽。这巨兽长达100米，高达几十米，浑身上下似是紫色的水晶打造而成。它站在天际之上，就像是一座由紫色水晶所凝聚成的大山，威慑八方，相当骇人。而除了骇人的体型之外，它的外表也是异常的凶狠，形态似狮似虎，但却比狮虎都要吓人。巨大的兽爪仿佛可以撕裂一切，那尖牙利齿绝对能够咀嚼万物。不过它最恐怖的却是它的眼睛，它的眼睛不是很大，不过磨盘大小，但却有着上百只眼睛，密密麻麻地布置在它的额头之上，并且每一只眼睛之中都散发着浓烈的杀意，既吓人又恶心，让人不寒而栗。的劲武技，好强的劲武技！忽然有老一辈的强者惊呼一声，他已然认出了那天上的紫金巨兽是何物。虽然它形态逼真，气息逼真，所有的一切皆表明它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体，但实际上它是一种竞技武技，并且是极为强横的劲武技。这的劲武技不简单啊，比你之前对手施展的武技都要强，绝对是地劲武技中的巅峰级。这个嘴贱的克霸在9段武技之后竟略过人劲武技，直接施展出了如此强横的劲武技，看来是想要凭借这一招与你分个胜负了。楚风不能大意了，直接施展的劲苍冥斩了结了他吧，淡淡说道。听得淡淡的话后，楚风也是点了点头，他与淡淡想到一起去了。小子，你知道我这是什么吗？就在这时，王强忽然开口问道。此刻他的眼中已经没有了先前刚刚施展武技之时的寒意，反而尽是施展武技的得意。武技？楚风回道。错，这不是寻常的武技，这乃是世地劲武技。楚风抢着说道。不对，这不是寻常的地劲武技，乃是我的绝技，叫做地镜子金兽。小子，你能逼得我使出这地镜子金兽，说明你的确有些本事。我王强很欣赏你，不过我这地镜子金兽一出，就必取一人性命，无人能逃。所以就算我再欣赏你，你今日也是必死无疑。王强说道。是吗？楚风笑了，发自内心的笑了。他真心觉得这王强很是有趣。当然是真的。不过我这的镜子紫金兽不杀无名之辈，在死之前你告诉我，你叫什么？王强问道。楚风回道。好一个楚风。楚风，你听着，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别怪强爷心狠，只怪你惹了不该惹的人。楚风，你走好吧。话到此处，王强双掌顺势一推，便向楚风发动了致命的攻势。武技催动，那的镜子金兽便发出了一声响彻天地的怒吼。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威压化作紫色的飓风，席卷四面八方。而在那威压肆虐之际，巨大的紫金兽也是踏着碾碎虚空的步伐向楚风压迫而去。别看它的体积巨大，可是速度却是极快到超乎想象。最重要的是，因为它体积太大，迎面来就像是一座大山在靠近，将王强完全挡在了身后，起到了攻防兼备的作用。此等武技，那楚风该如何抵挡？这一刻，许多人都是目光紧锁，眉头紧皱，唯楚风捏了一把冷汗。他们都能感受到这地镜子金兽有多可怕。事到如今，莫说那些与楚风一样的小辈中人，就连身为1品半地的老一辈强者，也在那地镜子金兽之中感受到了致命的压迫。没错，这就是地镜子金兽的威力。要问他到底有多强，就连1品半地也是难以抵挡。这便是王强的最强杀招的镜苍冥斩。然而，就在所有人都在猜测楚风是否能够挡下如此恐怖一击的时候，楚风却突然出手了，并且出手的干净利落，毫不犹豫。只见楚风站立在原处，黑发飘动，目光凝重。忽然雷芒闪烁之际，整个天地都是混沌一片，仿佛恶魔临世，末日降临，第一斩。而就在这时，楚风突然开口说话，暴喝一声。当他此话一出之际，天地之间
竟传出狼哭鬼嚎，仿佛恶鬼鸣叫的声音。而与此同时，一道血红色的光刃竟凭空出现，落在了那的镜子精兽的身上，一斩落下，光芒四溢。可那地镜子精兽竟然毫发无损，连脚下的步伐都未减退。果然，哪怕是这楚风也无法挡住此招嘛。老一辈的人物已经看出来，楚风施展的也是地镜武技，并且是一种品质极高的镜武技。可是，就是这样的武技，却也无法奈何王强的地镜子精兽，这便让他们觉得楚风是无法奈何王强了。第二斩。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再度暴喝一声，此声一出，又一道血红色的斩击凭空出现，并且威势比先前还强。此击一落，那的镜子精兽依然毫无发无损，可是却被斩击的力量击退，使其在半空顿足了一步，这才继续向楚风飞奔来。第三斩、第四斩、第五斩，在此之后，楚风连出三斩，一斩强过一斩，一斩凶过一斩，一斩胜过一斩。三斩过后，得镜子精兽不仅被轰击的向后倒退数步，难以再向前移动，身上那坚不可摧的紫金更是出现巨大的裂痕，从缝隙中散落出无数片细小的紫金。这是何等武技，竟然能够连续施展，并且一波强过一波。见到这一幕，那些本以为楚风死定了的人们再度大吃一惊，他们是到如今才发现楚风这的镜苍冥斩的可怕之处。得镜苍冥斩从第一斩出现就具备毁天灭地之威，可以占尽万物，屠杀众生，绝对不容小觑。单凭这第一斩就能够胜屠戮一方，让一处天地万物崩塌，血流成河，陷入末日。甚至只凭借这第一斩就能够甚至胜过寻常的地境武技。不过这第一斩却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此之后的每一道斩击都会强过之前斩击的数倍。而最为恐怖的是，地境苍冥斩共有9斩，相传当那第9斩使出之际，所有地境武技无论是何品质都将黯然失色，唯有传说中的天境武技才能与其争锋。虽然这的镜子精兽虽然难对付，但显然还不用楚风使出第9斩。据楚风推断，只要第7斩就足以将其斩杀，但是能够逼得楚风使出第7斩，便已经说明这王强施展的镜子精兽的确很强。就在这时，得镜子精兽竟发出一声怒吼，而当他那血盆大口张开之际，无数道紫金宛如长枪一般，蕴含着恐怖的威能，向楚风爆射而来，无法近身逼近。这的镜子精兽竟发动了远程攻势，并且威力相当骇人。第6斩，不过对于这一幕，楚风却不放在心上。第6斩一经使出，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在凶猛的能量涟漪，在天际肆虐翻滚之际，楚风便将那迎面袭来的紫金攻势尽数瓦解。而在此之后，楚风又紧接着再喝一声第7斩。第7斩一出，那的镜子精兽再度发出一声怒吼，只不过这个声音却更像是一种惨叫。而当第7斩落下之际，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那先前还气势逼人的镜子精兽已是气息低迷，伤痕累累。可是哪怕如此，他的肉身仍然未毁。看来是我低估了你，不过这一次真的结束了。第7斩落下，却也无法将那地镜子精兽粉碎，这让楚风也很是意外。要知道，当初这第7斩可是差点杀掉白云霄的，但是现在却未能摧毁这王强所施展的镜子精兽。不过哪怕如此，楚风却也不惧怕，因为第7斩可不代表的镜苍冥斩的真正威力。楚风，你要使用第8斩吗？忽然淡淡问道，语气之中有着些许担心，因为地镜苍冥斩非同小可，对身体的要求是极强的。以楚风如今的修为和身体，使用第7斩已会稍有不适，但是若使用第8斩，就会遭到一定的反噬。想要彻底击败他，唯有用第8斩了。楚风点了点头，就算冒着被的镜苍冥斩反噬的危险，也只能继续施展。为了击败王强，楚风必须使出第8斩。于是只见楚风双眼微眯，眼中的雷霆急速涌动，点点寒意越来越浓。终于他体内武力变化，猛然暴喝而出，第8，住手！我认输。可是还不待楚风将第8斩施展而出，一声高喝却忽然响起。定目一看，原来是王强。此刻的王强已是脸色苍白，大汗淋漓，不仅大袖一挥，将他那的镜子精兽瓦解，手中还举着一只白旗，正在不断的挥舞。我认输，我认输，别打了，我服了你了，还不行吗？王强继续说道。这一刻，所有人都惊呆了，就连楚风也是如此。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在如此激战的时候，这王强会突然认输。认输，这对于修武者来说乃是大忌，是一种很是耻辱的行为。很多人宁愿冒着可能战死的风险，但也绝对不会轻易说出认输2字。可这王强明明还没有到达将要战死的地步，便开口认输，并且还说得如此从容，如此随意，这就叫人不得不对其佩服了。这个小霸王也太不要脸了，先前还口口声声要置楚风于死地，这现在竟然认输。这一刻，有人看不下去，开始讽刺王强。至于楚风，倒是没有说什么，表现得很是从容，很有度量。毕竟没有使出第8斩，他也不用遭受反噬之苦。而王强认输，也算是他赢了。在一方大战之后，逼得对方认输，这似乎比用真正的实力将对方打败更有面子一些。再加上他对这王强也没有什么大仇，尽管对方嘴贱，可楚风对他实际上也没有太多反感之意，所以便没有羞辱于他。你们懂什么？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何况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打打杀杀，你们也太没素质了。而这王强绝对是相当的不要脸，明明从一开始就是他喊着打打杀杀要杀掉楚风，可现在竟然话锋一转，
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其他人的身上，完全一副自己很无辜，要怪全怪其他人的架势。什么啊？谁要打打杀杀的？明明是你好不好？果不其然，有人开始揭穿王强，但是王强显然是老油条了，根本不往圈里跳，甚至不理会那些揭穿他的人，而是自顾自地说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可是应风古村。这应风古村擅长的是什么？是结界之术。既然要比，那咱们就比结界之术。对，就比结界之术。楚风，咱俩比结界之术。你敢不敢？”王强对楚风说道。好啊，你想怎么比？楚风笑着问道。哎呀，你这是什么都不惧啊？我说比，你就比啊！见楚风竟毫不犹豫的一口应下，王强则是犹豫了一下，显然没有料想到楚风战力强横，但连结界之术也会如此自信。我自认为不会输，又为何要惧？楚风笑着说道。好，真是好气魄！听得此话，周围之人叫好不断。虽说楚风与王强都很强，但事到如今，楚风却尽得人心，而王强却尽失人心。几乎所有人都对王强或多或少的感到反感，可是对楚风却满满的都是欣赏。说句不好听的，就算现在放个屁，可能也有人觉得是香的。但不管王强做什么，很多人都会不卖账。这就是楚风与王强此时此刻在人们心中意味的差异。那好，既然你如此自信，那咱们就比点有难度的。你看，这天都亮了，应风古村的入村考核就要开始了，咱们就比看谁最先通过入村考核，最先进入应风古村。怎么样？王强说道。好，就依你。楚风从容的应道。不行。可就在楚风应下之后，王强再又赶忙摆手。你又怎么了？楚风问道。这么比没难度，咱们既然要比，就增加一点难度。王强说道。你想怎么加？楚风笑眯眯的问道。虽然他知道王强是在有意刁难他，可是他却也很想看看这王强究竟能搞出什么花样来。而楚风则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管王强有什么花招，楚风都照接不误，一切皆在他的掌控之中。既然要比，咱们就要加上一点赌注。王强说道。赌注？难道你想与我赌命？楚风问道。赌什么命？父母生我们容易吗？动不动就赌命的，太不尊重父母了。王强一口回绝道。依我看，你是不敢吧？忽然有人一脸讽刺的说道。放屁！有什么是我王强不敢的？王强否认道。既然敢，你为何不敢与楚风赌命啊？就是你不是找人家算账吗？怎么到头来你却又怂了？很多人问道。无知！你们懂什么？命可是很贵重的，这是上天的恩赐，是父母的结晶，咱们不能拿它当赌注，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就是有违天意，就是先对不起苍天，然后又对不起父母。王强狡辩道。那你想赌什么？不妨直说。楚风说道。既然要赌，那就赌一点大的。王强说话之间，自乾坤袋内取出一个巴掌大小的玉盒，这是宝贝啊！看到这玉盒之后，在场的所有人，哪怕是楚风，也是不由得眼前一亮，因为这玉盒很是精致，流光溢彩，满是符咒，一看就知道是由特殊的材质凝聚而成，而后又由强大的结界师赋予了强大的结界阵法。先不说那玉盒之内是什么，单就这玉盒，就是一件价值不菲之物。我这玉盒之内乃是传家之宝，我就与你赌这个。王强说话之间，便将那玉盒打开。见状，所有人都是目光紧锁，目不转睛地看着那玉盒，心中猜想着这到底是怎样的宝贝，竟用如此玉盒装着，这是破东西啊！然而，就当王强将那玉盒打开之后，在场之人却是赶忙掩住嘴巴，遮住鼻子，叫骂连连。先不管那玉盒之内的到底是什么，就在玉盒打开的一瞬间，一股比大便浓上几百倍的恶臭味便传散开来，瞬息淹没了这方天地。恶臭难以抵挡，绝对超乎想象，抵抗力强的忍下来了，抵抗力弱的直接一声就吐在那里了。不得不说，这股恶臭味的杀伤力当真不是一般的强，就连诸位金袍界灵师也是无法抵挡。而这股令人作呕，连众位结界师都难以抵抗的恶臭味，就来自于那玉盒中的遗物。那物不过指甲盖大小，椭圆形，墨黑色，其中还掺杂着许多不知是什么，但莫名就感觉很恶心的东西。总之一看就是很恶心，若不仔细看还好，但若仔细看来，怎么看它都像是一颗兔子粑粑。没错，这绝对就是一颗兔子粑粑，就算不是兔子粑粑，也是其他小型动物的粑粑。这是什么臭东西啊？简直比大便还臭！就这臭东西，还说是传家之宝，糊弄鬼去吧！你真是臭不要脸，丧尽天良，道德败坏，理当该诛。见过无耻的，但我长到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无耻的。一时之间，各种咒骂响彻不断，所有人都感觉被王强骗了，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什么传家之宝，而是比大便还臭的臭东西。无知，这可是我的传家之宝，乃是无价。不过今日我为了增加赌注，愿意拿它来赌。王强解释道。无价之宝个屁，这分明就是一坨粑粑。有人斥责道。错，这不是一坨粑粑。王强狡辩道。那你说这是什么？有人问道。这是一颗粑粑。王强义正言辞地说道。你看，连他自己都承认了吧，真是太不要脸了，竟拿粑粑来与人赌注，天底下还有比他更不要脸的吗？见王强既然承认，众人斥责得更加凶狠。愚蠢，这虽然是粑粑，但却不是一般的粑粑，
这可是远古时期之霸主，远古生物之巴巴。远古生物那是何物？那是天生便会修炼之法的神物，他们如此强大，就连他们拉出来的巴巴也蕴含着浓浓的天地能量。而我手中这个，更是凝聚无数巴巴之精华所形成的巴巴之王。虽然归根结底来说，它也是一颗巴巴，但却蕴藏着无穷的天地能量，比天地奇物还要珍贵。服用了它，不仅能够增加修为，助你突破瓶颈，更是有机会突破半地，成为一代武帝。王强说道：“少扯淡吧，真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人。就是吹牛皮也要点到为止吧？你竟然连那未知的远古生物都扯出来了，你是当我们是傻子吗？还武帝，我呸！”众人根本不相信王强所说之话，咒骂得越来越激烈。无知，不可怕，但无知还自大，这就太可怕了。王强手托巴巴，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模样，摇着头叹着息。楚风这东西的确是件宝贝，可就在所有人在咒骂王强之际，蛋蛋却是双眼放光，惊呼起来：“我已经注意到了。”而对于蛋蛋的话，楚风也表示赞同，并且此刻的他非常的兴奋与激动。拥有天眼的楚风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像是兔子巴巴一样的东西的确是一件宝贝。最重要的，这不是一件寻常的宝贝，而是如王强所说，这一件蕴含了极强天地能量的宝贝。没错，准确的来说，这就是一件修炼资源，并且价值非常之高。楚风推断，以他现在所需要的武力来说，若是将这宝贝炼化，很有可能会突破，就算不突破，也是差不了太多。这东西他是从哪搞到的？只是一颗已具备如此强大的能量。楚风当真是又惊又喜，但同时他也在想，这宝贝的真正出处，因为他知道这宝贝虽然臭，并且外表也不美丽，但绝对不可能真的是巴巴，多半是一种特殊的天地奇物或者天地之宝才对。所以王强的却是在扯淡，但是这又的确是宝贝，并且是蕴含着浓郁能量的宝贝，这就让楚风不得不好奇，王强是从何处搞来这东西的了。无所谓，不管他在哪搞到的，单凭他手上的这一颗已是非常的难得。与他赌，无论他要赌什么，都与他赌，一定要搞到手。淡淡说道：“我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看着王强手中的东西，楚风心中暗下了决定，一定要想方设法搞到王强手中那颗像是巴巴一样的宝贝。楚风，他们太无知了，我想你不会像他们那么无知的。怎么样？只要你能拿出10万颗五珠，或是价值10万颗五珠的宝贝，我就拿我这无价的传家之宝与你赌。忽然，王强对楚风说道：“什么？竟然想拿这颗破巴巴赌人家10万颗五珠？太过分了，简直是太过分了！楚风，这个科巴简直就是在戏耍你，这样的人不能忍，你把他杀了算了。”听得此话，还不待楚风有何反应，围观的众人就看不下去了，竟然开始纷纷劝楚风，让楚风灭掉王强。好，我便与你赌。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只见楚风的乾坤袋光芒一闪，足10万颗五珠便自其中飞掠而出，如同停滞在半空的雨点一般，围绕着楚风飘动。这楚风竟真的拿出了10万颗五珠，这个年轻人果然来历不凡，如此年纪竟然如此轻易的便拿出了这样的五珠。拿这么多的五珠赌一个巴巴，这究竟是豪气冲天还是自信满满？但我能确定的是，他根本就不将那王强放在眼中。震惊，人们都彻底被楚风的行为所惊呆了。不过尽管震惊，却没有人觉得楚风是白痴，反而都觉得楚风是自信必胜，所以才与王强来赌。不错，我果然没看错你，你不像他们那么无知，你有眼光。见楚风竟真的拿出10万颗五珠，王强顿时笑得如同仙人掌开花了一般，就像是他占了大便宜一样。看这个科巴那沾沾自喜的模样，他多半也不知道自己手中的那颗巴巴真的是宝贝吧？淡淡说道：“谁晓得，这家伙隐藏得很深，我也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假傻，但我知道他手中的这个宝贝是我的了。”楚风自信满满的说道：“诸位，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与楚风都拿出赌资了，你们有没有人觉得在等下的考核中，通过考核的速度能够胜过我们的？不妨也拿出点宝贝与我们赌上一番啊！”然而就在这时，王强又再度开口了，并且这个家伙竟然不要脸的去诱惑其他人一同参与赌博。而最让人无语的是，他此话一出，竟然还真的有不少人动心了。他们动心可并非是因为王强的那颗臭巴巴，而是看上了楚风拿出的10万颗五珠，并且这动心之人大多都是半地境的老一辈强者。他们如此年纪，如此实力，就算拿不出王强那样的宝贝，但是拿出与10万颗五珠相等的宝贝还是很容易的。就这样，在王强的勾引下，又有着不少人陆续的参加了这场结界之术的比拼，拿出各自价值不菲的宝贝参加这场赌博，并且老一辈的人物为了确保公平，还请那位应风古村2品半地修为的老者做公证人。这个科巴还真是一个人才啊，竟然以你做套，引来这么多人跳了进来。眼见着事情敲定，赌资从开始的10万颗五珠以及一颗类似巴巴的宝贝，变成了上百万颗五珠以及多种价值不菲的宝贝。哪怕淡淡对着王强也是有些刮目相看，很是佩服这王强忽悠人的本事。老实说，尽管这个王强嘴很贱，但是我却对他反感不起来，相反，我反而越来越欣赏他了。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因为在他看来，
王强的所作所为绝对是在帮他。王强辛辛苦苦使得这么多人入套，筹集了这么多丰厚的赌资，全都是在为楚风准备的。因为楚风不打没把握的仗，他早已经认真地观察了在场的每个人，分析了他们结界之术的水平。在楚风的分析下，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场的众人之中，虽然有着不少半地境的强者，但是却没有一位是黄袍界灵师，大家都是金袍界灵师。楚风就不会怕任何人，所以楚风有着这个自信，能够率先通过考核的自信。老大，那叫楚风的小子竟然这么爽快的便答应了您的要求，似乎很不简单啊！你有把握赢他吗？是啊，老大，这么多宝贝，要是被他给赢了去，那咱们可就亏大了。然而，就在楚风觉得所有参赌之人的宝贝都将是他囊中之物的时候，那个糟蹋男子和大胖子却悄悄地跑到王强身旁，以传音的方式询问起来。经过先前的一幕，他们对楚风早已刮目相看，认识到了楚风的强大，所以他们尽管很相信自己的老大，但是事到如今，心中的底气也是变得不足起来。废话，没把握，我与他们赌什么？悄悄告诉你们，你老大我最为擅长的就是破解迷幻阵法，而且我已经拿到了一个地图，凭借着地图，我破解这个应风古村的阵法，那就是轻而易举，小菜一碟。王强一脸得意地回道：老大，你太屌了，老大，你真是刁炸天啊！对了，老大，你那玉盒里面的，该不会真的是传家之宝吧？糟蹋男子再度问道。你傻呀？我会拿传家之宝和他们赌吗？我这玉盒的确是个宝贝，但玉盒里面的可不算什么宝贝。王强说道。这么说来，那玉盒里面的真的是一颗粑粑？大胖子也是好奇地问道。怎么说呢？也不算吧。他的确是一个修炼资源，蕴藏着一定的天地能量，但是这天地能量是被封印于其中的，就是说根本无法将它炼化，所以就算它是一件宝贝，那也是一件没用的宝贝。王强说道。原来是这样，那个楚风还愿意拿10万颗五珠来与老大赌，那他不是傻吗？糟蹋男子不解地问道。他不是傻，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王强笑嘻嘻的道。老大，你这是何意？糟蹋男子追问道。那楚风结界之术肯定也不弱，甚至比那些老家伙还要厉害，所以他肯定是发现我这颗粑粑内的门道，发现它其实不是一颗普通的粑粑，的确是一件宝贝，但是他却没发现这是一个没用的宝贝。王强说道。我们懂了，老大真是高明啊。是啊，这么说来，这楚风实际上是被我们老大骗入套的。哈，老大，你真是太牛叉了，我们太崇拜您了。听到这里，糟蹋男子以及大胖子对王强那是满脸的敬佩与崇拜，看向王强的目光之中尽是尊崇之色。那是当然，和我斗还太弱了。王强看向楚风，目光之中尽是得意，不过很快又补充道。不过这楚风也的确是一个少见的人才，其实我还是很欣赏他的。不过可惜利益面前没朋友，要怪就只能怪他，不该与我作对。此事敲定没有多久，那进入应风古村的第2场考核便开始了。这个考核其实很简单，所有人一同进入一个阵法之中，只要能够通过阵法，那么自出口走出之时就可以进入应风古村。因为这是进入应风古村的必经之路，所以这个阵法叫做入村关。而为了防止曾经通过入村关的人再度轻松进入应风古村，所以几乎每一次这入村关开启前，都会由应风古村的长老对入村关内的阵法重新进行布置。也就是说，这入村关千变万化，每一次开启通关的方法都是不同的。不过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对于真正的界灵师高手来说，就算这入村关变化再多，也依然难不倒他们。所以此刻众人皆是站在入村关的入口处，但却有人忐忑不安，有人自信满满。而那些自信满满的人中，除了盲目自信的外，小辈之中便唯有楚风和王强是真正自信之人。至于老一辈的强者之中，比较自信的就多了许多，尤其是那些半地级的界灵师们，他们大多数都不将这入村关放在眼中。对于他们来说，通关只是时间问题，但却绝对难不住他们。不过为了获得第1名，拿到众多赌资，很多人都早已将自己调整到了最佳状态，盯着那青铜色的大铁门，等待那大门开启的一刻，便发动全力去闯这入村关。而楚风便是这些人中的其一。楚风，等下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就在这时，楚风突然收到了王强的传音，顺声望去，王强也在人群的最前排，正一脸猥琐笑容地看着自己，且笑容之中有着些许挑衅。对于这样的王强，楚风则是回以一笑，说道：放心，我也不会留情的。通关者跟随引领者进入应风古村，不得乱走，要遵从古村规矩，否则别怪古村将你们驱赶而出。而未能通关者也不要气馁，再接再厉，只要努力，终有一日可以通过入村关，成为我应风古村的客人。至于那些被困在入村关内无法走脱者，也不要恐慌，待的考核时间一过，我村中之人会将你们救出来的。你们都听明白了吗？应风古村那位2品半地的老者高声说道。听明白了，众人齐声回答，声音响亮无比。与此同时，脸上的期待之色更加浓郁，因为他们知道进入应风古村的机会终于要来临了。今日特殊，
我便再多发几句牢骚。我应风谷村内虽然纪律严明，但是对于拜访者之间的私人矛盾却从来不加以干涉。今日有多位拜访者，以谁能率先通过我应风谷村的入村关赌注进行比拼，我觉得这是一种好事。毕竟修武者的世界没有斗争，没有进步，所以便应他们的要求做了这场比拼的公证人。现在凡是参与比拼的人都将你们的赌注交给我，放到这乾坤袋内。那位老者说道。什么？交给他？听得此话，那些进行比拼的许多人都有些犹豫，毕竟他们的赌注都是价值不菲之物，就这样交给他人保管，他们还是有些不放心的。几乎所有人都在担心这位应风谷村的老者把他们的宝贝卷走。可就在这时，楚风率先走了出去，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10万颗武珠放入了那位老者的乾坤袋内。因为在如此公众场合之下，楚风觉得应风谷村的老者绝对不会这般不要脸私吞他们的宝贝。再加上之前对这位老者的观察，楚风觉得这位老者的人品也是不错，是值得信赖的，所以楚风才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10万颗武珠交给他，并且在将武珠交给对方之后，楚风还很是客气地对老者施以一礼，说道：前辈，麻烦您了，这也是老夫应该的。对于楚风此举，那位应风谷村的老者也是微微一笑，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毕竟楚风能够毫不犹豫地将10万颗武珠交给他，这说明对他信任，而如此年轻便有如此胸怀，这老者自然很是欣赏。这位前辈，你可千万别私吞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若是要私吞，我可会让你丑名远播的。而就在这时，王强也笑嘻嘻地凑了过来，将他那颗粑粑一样的东西丢入了老者的乾坤内。不过比齐楚风的毕恭毕敬可圈可点，他的表现则是让那老者眉头紧皱，甚至让围观之人也是暗骂连连。他不感谢这位老者也就算了，还大庭广众之下威胁这位老者，这实在太过分了一些。而最让人无语的是，他竟然将他那个价值连城的玉盒给收了起来，只是将那颗粑粑一样的臭东西丢到了老者的乾坤袋内。你想只拿这个东西当做赌注？这一刻，那位应风谷村的老者瞪着眼，冷着脸，高声问道。他对王强的态度与对楚风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不过这也不能怪这位老者，要怪也只能怪王强自己，实在是他为人处事太过讨人厌了一些。有什么不妥吗？王强一脸不解地问道，似乎还没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你若是加上那个玉盒也就算了，只是这个东西对于其他参赌之人来说恐怕不太公平。那位老者如实说道，就是把你拿个玉盒算上，否则就剔除你比拼的资格。与此同时，其他参赌之人也是愤怒地说道，他们与那老者想的一样，王强那颗粑粑乃是分文不值的垃圾，他唯一值钱的就是那玉盒。如今王强既然如此卑鄙的把玉盒收起来，只将那粑粑丢出来当赌注，那些其他参赌之人自然不甘。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从一开始就说将传家之宝当赌注，我又没说过把这玉盒也一起当赌注，你们这是趁火打劫。王强说道，不行，必须把这玉盒当作赌注，否则就废掉你的参赌资格。众人不依不饶，面对众人的刁难，王强脸皮再厚也不免流出了冷汗。于是他灵机一动，竟将目光投向楚风，说道，楚风兄弟，你帮我说句公道话，帮我劝劝他们，如若不然，我就只能退出了这场比试了。我若退出，你就等于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自己也没意思，不是？听得此话，楚风眉头不由微微皱起，目光变得阴沉起来。他如此聪明，自然听出了王强的言中之意。这王强表面是在让楚风帮忙，但实际上他这就是在威胁楚风啊。他显然已经知道楚风想要他的那颗粑粑，所以才以退出来比拼来威胁楚风。诸位，让我说句公道话吧。眼见不好，楚风也只得开口，对，让楚风兄弟说句公道话。见状，王强赶忙笑嘻嘻的附和，并且他笑得非常之贱，觉得自己已经掌控了楚风，洋洋得意。楚风小友，此事因你而起，也理当由你决定，你就说句公道话吧。而果不其然，楚风凭借良好的形象，也的确博得了众人的认可。所有人都等待楚风发言。诸位放心，我楚风定然只说公道话。楚风微微一笑，随后看向王强说道，王强，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难道说你这玉盒比你的传家之宝还珍贵吗？当然不是，肯定是传家之宝珍贵。传家之宝是我无价的。王强说道，那你既然连传家之宝都舍得，又为何舍不得这玉盒呢？楚风笑眯眯地问道。与此同时，他是一脸的坏笑。